耳根圆通法门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法门，比你做任何事情都要简单，甚至比你眨眼睛还要简单，比你举手还要简单，比你说话还要简单，比你做任何动作都要简单。就是因为太简单的关系，所以人都把它忽略了。就这一个简单的法门，可以成就无上道果，直达成佛。就连智慧第一的文殊师利菩萨，也是因这个耳根圆通法门来证得圆通的。那么耳根圆通法门具体来说应该怎么修呢？我们回到卷4的尾部，我们首先要知道闻性、闻经、耳根、声尘、耳识这5个词语之间的关系，其余5根都可以暂时不管。我们的闻性是无形的，它不生不灭，其实也就是自性的别名，不过因为发生在耳根的作用上，就叫闻性。由于我们在无量劫以前动了念，一动念就有了风大，有了风大就有声音，有声和无声是生灭的生尘。由于我们的闻性是不动不摇的，所以闻性是不会攀缘生灭的生尘。这时我们就有了相似闻性的闻经出现，闻经会攀缘生尘，闻经粘着在生尘上，就有了耳根。这时这个耳根还是剩一根，可以听十方虚空一切音声，就算天上地下的声音都可以听到，没有障碍。但是经由无量劫的演变，我们对生尘的攀缘心太重，以至于我们忘了这个不生不灭的闻性。我们耳根对生尘的时候，无论听到任何声音，都会升起耳识去分别这是什么声音，大声还是小声，远声还是近声，吵杂声还是无声。我们会对各种声音做种种分别。这个问题不严重，严重的是我们以为我们所耳识所分别的是真实的，然后我们以为自己会受这个耳识所分别而来的法影响到。这句话听起来感觉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，没问题，我用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说明。我们先来第一个声音，这是来自周杰伦所创作的歌曲《床边故事》中的声音。我们单独听到尖叫声时可能会觉得很恐惧，但是这个尖叫声放在歌曲里，我们又或许会认为这个尖叫声使这首歌的音乐层次更为丰富。无论是任何一个想法，那都是建立在所听的声音之上，然后做出的想法。这些想法并不是真实的，因为那是由你描述当下感受而来，而感受是没有本体的，感受没有一个根本，它会消失，就像闪电一样，出现了过后马上就发生了变异。当下觉得很恐惧，过了2秒，这种恐惧感又消失了，甚至当下就消失了。它取决于你有多执着这个尖叫的声音。你非常的执着它是真实的话，不断给这个想法提供营养，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尖叫声真恐怖，那恐惧感即使是当下消失，也会马上升起，为你延长了恐惧的时间。这是受有声的影响。除了有声的影响，我们还会受无声的影响。当你四处寂静无声，你对无声产生一种恐惧感，你内心会变得慌了起来。这段过程非常的短，但是你却受了它影响，因为你马上就会找点音乐来听，来让自己继续粘着在有声的声尘上。因为受了无声的影响，就算是听歌的过程中，我们也是受了无声的影响。我来为大家放一段纯音乐，这是来自周杰伦的歌曲《菊花台》的音乐。我们听这个音乐的时候，会感觉内心舒畅、平静、舒适，但要是我把它当中无声的过程全部剪掉，这又会听到这首歌感觉很急躁，因为没有无声在当中做一个缓冲。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不同的音声对我们的耳识而言会有怎样的效果，我们都是经过不断的尝试，其实也就是在为耳识服务，要寻找耳识所认为好的声音。我们的耳识在不断的分别所听到的音声，然后生出种种感受，无论是耳识所分别的想法，还是虚无缥缈的感受，全都是自性离本有的。不过我们却会因为听到不好听的音乐，接着就想要砸耳机，或者关掉视频，又或者我们会因为听到好听的声音，我们就粘着上去，不断的沉醉在当中，而遗忘了这一切音声都是闻性所显现，是本来有的。如果没有闻性，我们就不知道无声，甚至连有声都不知道。我们长久以来都在向外攀援，受生尘的影响，心总是不得自在。只要我们的心向外，就代表定力不足，久而久之就会为了贪嗔痴生无量烦恼，作茧自缚。因此佛陀说了楞严大定这个妙定，就是为了让最普通的凡人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成就无上妙定。
耳根圆通法门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法门，比你做任何事情都要简单，甚至比你眨眼睛还要简单，比你举手还要简单，比你说话还要简单，比你做任何动作都要简单。就是因为太简单的关系，所以人都把它忽略了。那么耳根圆通法门到底怎么修呢？只需要时刻了知有声和无声就行了。无声时，耳识会消失，因为没有声音可以分别；有声时，耳识就能随生尘而起分别。无声时，闻性没有消失，因为知道镜像现前；有声时，闻性没有消失，因为知道动向现前。要想知道闻性在哪里，现在我为你们停掉一切音声，你们听到了什么？如果你们刚刚知道自己什么都没听到，那这个知就是闻性。当下只要你能够知道有声或无声的这个知，你能知道，这就是闻性。从出生到现在，闻性都没有消失或变异的现象。我们要修楞严大定，就是要舍去这个耳识的分别，只用这个闻性的知。对于闻性而言，一切音声皆是闻性所闻，就像眼前我给你一堆颜色，无论怎么变化，这都是见性所见，并没有一个颜色不是见性所见的。虚空也是见性所见，树木也是见性所见。用这个闻性，也就是纯用耳根对生尘，不用耳识，所以是耳根圆通法门。在修这个法门的时候，只要时刻知道一切音声皆是闻性所闻，不断从一切所闻的音声处反过来观察这个闻性，也就是反闻问自性。别人骂你，你不知道；别人说你坏话，你不知道。无论别人说任何话，你也只知道这是闻性所闻的音声，不起好坏的分别，善恶的分别，这就是修楞严大定。接着就开始观世音菩萨所说的过程，出于闻中，入流王所，所入寂寂。在闻性中，外境一切音声都如同静了下来，因为对于闻性而言都没有分别，就能超出动向和静相，不会受动向和静相影响。接着你一直修下去，一切音声都不会再影响你。接着你开始发现你与一切音声已经脱落，发现这是觉，但是这个觉也是一个执着。你在修耳根圆通法门的时候，还要把这个觉也空了，连发觉自己与以前不一样的念头都不生出。你空掉这个觉的时候，这个空也是一个念头，必须要把空也灭掉才行。一旦把空也灭了，因为过去从觉察到空到灭，整个过程是一个生灭的过程。如果你执着这个生灭变异而来的境界，那还是一个生灭心，必须把这生灭的过程也舍弃，那么寂灭就会现前。在50阴魔的过程，就是已经灭了色受想行阴，只剩下10阴，10阴还没破，依旧在6道中，10阴破了，那就到了干慧地。到了干慧地之后，就是卷8中所说的过程，会快速越过这54个菩萨位次，直到等觉菩萨，等待成佛。这个过程看似很快，观世音菩萨描述破5阴的过程也就100多字，但是中间的过程不可马虎，只要你修到有境界了，一定会有魔境界来干扰你，也就是楞严经卷10中50阴魔里所会出现的魔，随时会让你前功尽弃，成为魔眷属。因此我们必须要按照佛所说的3件词，第一是永断5心，第二是断杀盗淫妄，第三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就不要攀缘6尘，用耳根圆通法门不断反闻问自性，回到自性当中，知一切皆自性所显，无所谓得，亦无所谓失，不向外留意，这样魔就无法找到你的漏洞。但是我们身为凡人，是很难完全断除自己向外攀缘的习气的，因此就要借助卷7的楞严咒来帮助自己去除心垢，消除业力，专注于反闻问自性，修楞严大定。耳根圆通法门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法门，但是却能成就一切智慧的法门，一切世间法，一切出世间法，一切三昧都在其中。这个法门甚至比学任何知识都要快，都要简单，因为闻性无生灭，一念的时间都不需要就能找到闻性。就这一个简单的法门，可以成就无上道果，直达成佛。就连智慧第一的文殊师利菩萨，也是因这个耳根圆通法门来证得圆通的。